有人问，如果聚贤庄大战的是张无忌，他能不能活着走出来？大家都知道，聚贤庄一战可以说是我乔峰一生最悲壮的名场面。我一人面对整个中原武林数百位高手，从客气讲理到喝酒绝交，再到血战到底，这一战几乎打得昏天暗地，血流成河，最终靠着我的血性和狠劲才勉强突围。但到最后，我也几尽力竭，要不是我父亲萧远山救场，恐怕聚贤庄就是我乔峰的埋骨之地。但如果换成是张无忌，他做的能比我好吗？其实，如果真的是张无忌大战聚贤庄众人，那么他确实会比我打得轻松。当然，我这么说可不是我乔峰吹捧他，也不是他的武功就比我厉害，而是他的武功体系对于这种群殴环境可以说是量身定做。一看我对战聚贤庄各位高手，就是全靠硬碰硬的思路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，打到最后几乎全靠我的意志撑着。而换成张无忌就不一样了，他一身武功配置让他不必硬碰硬，首先有九阳神功护体续航，可以让他的内力无穷无尽。聚贤庄高手虽多，但都没有绝顶高手，除了少林2位玄字辈高僧，剩下的几乎都是一些二流高手。说实话，可能还没有光明顶一战含金量高，到时可能这些人连张无忌的九阳神功都破不了防。其次还有乾坤大挪移的逆天功能，这门武功可以说就是群战神器，不仅能卸力挪移，还能复制武功。到时即便群雄刀枪剑戟齐上，恐怕张无忌只需要轻轻牵引一下，就能让聚贤庄众人自乱阵脚，自相残杀。还有太极拳剑，也是属于以逸待劳的路子。再不济，他还有圣火令神功兜底，到时当真杀红了眼。圣火令神功一出，聚贤庄众人根本招架不住。待他们疲于应对飞舞的圣火令时，人家张无忌直接一个武当踢云纵就溜之大吉了。所以聚贤庄一战，我的风格是越打越狠，但也越打越险。张无忌的风格是越打越稳，越打越从容，这都是得益于他完美的武功配置。